他们是晚上是同睡一床的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就发现他已经冰凉冰凉的。男人前天晚上还和妻子同吃同睡，结果第二天却离奇身亡。妻子见状，立即给丈夫料理后事。村民意识到事有蹊跷，果断报警。当警方对尸体进行检验后，惊讶发现这是一起凶杀案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时间回溯到2020年1月7日，地点湖北的某处小山村。在这天清晨，原本还在熟睡的村民，却被一阵女人的哭嚎声所惊醒。他们匆忙来到女人家里一探究竟，竟发现她正抱着丈夫嚎啕大哭，这才得知她的丈夫离奇身亡了。而村民们一听到离奇二字，果断选择了报警。可当民警赶到现场后，却发现其家属已经把死者放进了棺材里，正要准备下葬，这就奇怪了。按照农村下葬的习俗来讲，应当挑选一个良时吉日，而不是在死者离世当天就着急下葬。随后村民的一番话，则令民警瞬间紧张起来。他们就觉得和平常又没什么疾病，忽然间死了的话，就可能感觉到有一点不正常嘛。原来死者名叫巨某，平日身体非常健康，离世前一天还曾下地做农活，没想到只是睡了一觉就突然身亡了。令他们更是奇怪的是，当巨某的妻子李某看见丈夫身亡后，就赶紧找人清理丈夫遗体，并着急在当天下葬。村民意识到事出有妖，果断报警。而经过警方检验尸体后发现，死者的身体十分健康，不可能会无缘无故身亡。正当警方疑惑之际，死者的妻子李某却突然开口，表示丈夫可能是吃了山上带毒的野菜，所以被活活毒死了。可民警来到山上调查一番后，发现这些野菜最毒的也只会导致腹泻，并不会致人死亡。怎料妻子李某却再次开口，表示丈夫一定是最近压力大，导致血压飙升，从而猝死身亡。而民警闻言，则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就算是心脏猝死和这个脑猝死，他都应该有个挣扎的过程，或者有个呼救的过程。作为他的同睡一床的老婆，应该不可能没有任何察觉。随后民警便反问李某，丈夫在离世前遭遇过什么？李某闻言却闪烁其词，支支吾吾，额头上的汗水也顷刻间冒了出来。到最后，李某却干脆声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让民警赶紧离开。事后警方发觉死者妻子李某总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，于是便走访村民，对李某展开调查。然而却有了意外收获。平时就是个女的一个人在家里，男的到死者家中来的时候，被老百姓撞见过几次。原来李某家里经常会有陌生男人闯入，而且还均是在背着李某丈夫的情况下。至于两人到底在屋内做了什么，想必大家已经心知肚明。此刻民警有了一个大胆猜想，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被妻子伙同情夫所杀害的，但碍于没有实质性证据，所以警方决定对死者进行尸检。他们特意避开李某，直接和死者家属商量，而得到家属的同意后，警方便提取了尸体上的 DNA。经过法医的一番检验后，确认死者的血液样本内带有剧毒性药物，也就是说，死者不是意外身亡，而是遭到了凶手毒害。至于凶手到底是谁，警方已经心知肚明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可能感悟到了他就放声痛哭，然后才交代。但是呢，他说是这个田某出的主意。经过审讯，李某供认不讳，表示这一切都是情夫田某出的主意，他只是负责配合罢了。原来李某的丈夫经常外出打工，隔壁村的光棍田某见李某独守在家，便对他动起了歪心思，开始整日跑到李某家里对他嘘寒问暖。而李某碍于空虚寂寞，便从了田某。经过几日几夜的深入交流，李某发现他彻底爱上了田某，就这样接生丈夫巨某就成了两人的眼中钉。田某思索再三后，给了李某一瓶老鼠药。李某见状心领神会，等丈夫打工回来后，他便向酒里投了毒。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但没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最终李某被判处死缓，田某则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故事至此落下帷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